各位玩家对于星穹铁道过去的一年有什么看法，而对未来又有什么期待呢？我本人作为一个开服双号玩家，评价是实在是太刺激了，我真忍不住要赞美他呀。当然我不会用抽卡的运势去评价一款游戏的好坏了，我更关注的是游戏本身。那小火车在过去的一年里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比如轻量化的设计，它就十分符合玩家游戏时间碎片化的特点，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上线做每日委托，完成任务挑战，游戏的启动成本非常低。那相比小圆，我几乎不在手机上玩，小火车我更喜欢用手机玩。而在相关的调研中，我们可以发现，小火车和小圆在移动端，也就是手机上的月活数据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轻量化是星穹铁道的一个巨大优势。然后是接地气的文案和优秀的剧情。小火车有一点很好，就是它的文案风格更贴近现实，更容易被玩家理解。那么在这个市场上，能让玩家有耐心去阅读的基础是玩家可以理解你在说什么。小火车这种玩梗、幽默、诙谐的风格，让玩家的阅读体验更像是在网上冲浪，阅读的门槛更低，接受度更高。而主线高质量的剧情配合优秀的演出和音乐，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对于其他移动端的游戏来说是降维打击。当玩家体验过这种高规格的演出之后，再去看其他游戏的剧情演出时，就会产生落差感。我认为这是米家游戏很深很宽的一条护城河。而星穹铁道设定在宇宙中开拓，也为制作组解绑了脑洞。当设计不被一颗星球所束缚后，想象力就没有边际，我想设计什么都很合理，因为宇宙就是包罗万象。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小火车的千星际游 PV 能够用不同的艺术风格来呈现不同的故事，这着实让我对于米家美术力感到折舌。除此之外，小火车的优化呢也十分的积极，体验上的优化不胜枚举。对于玩家来说，且不说实际体验有没有真正得到优化，但在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这游戏对玩家还挺负责的想法。那这也是米哈游在长期运营下积累的经验，毕竟做设计的都知道，一个产品在迭代了很多个版本之后，再优化的成本高到不亚于重新再做一遍，所以开局就优化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又积累了口碑，又切实的解决了一些未来的隐患。最后呢，就是小火车持续的福利。虽然我个人是不太在意福利的，但确实福利会让游戏在玩家的口碑中赚到更多的优势。在运营这一块，老米富裕起来之后，能玩的花样和手段就更多了。我们在过去这一年里已经经历了许许多多有趣的营销方式了。那么以上是我认为小火车做得好的地方。接下去呢，我们要聊聊问题。首先第一点啊，我觉得是舆论问题。小火车当下处在游戏的高速发展期，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游戏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埋下隐患。人气的提高吸引到更多的玩家，带来更多的流量以及更丰富的二创社区，那么社区的管理就变得格外的重要。至少我个人对于玩家社区的整体态度是悲观的，因为当个体加入到群体中，个性和思考能力都会被削弱。所以在游戏社区整体呈现出来的就是好的时候吹就完事儿了，差的时候踩就对了，真正理性的玩家占比还是不多的，更不要说当下的价值观逐渐变成了流量至上，那么我们就很难保证当游戏在上升期时，看似添砖加瓦的营销号会不会在你的下行周期变成一把利刃，在背后无情的突突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火车增加了前瞻体验服，招募内容作者进行宣传，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当然，这种做法的负面就是当玩家习惯了提早知道新的内容之后，情绪的阈值也会有所提高，那么玩家的预期管理就要做到非常的精准了。其次是星穹铁道的轻量化，对于玩家来说确实是个好事儿，但是对于游戏本身来说，造成了玩家粘性不高的现实情况。比如我就是一个只在主线更新的时候才会上线玩1周的玩家，还有一些玩家可能是多坑玩家，上线做完委托就下了，然后去玩别的游戏了。而我们在一些统计网站上可以看到，小火车在自己的长草期的时候，面对着玩家留存的挑战。我觉得这是因为玩家的投入本身比较低，那么情感的连接也会相对弱一些，弃坑和回坑的选择都会变得非常的容易。那再然后是核心玩法的重复性，在长期体验后，自动战斗这种回合制的玩法带来的枯燥感会随着游戏运营的时长去累积。当下玩家还有新鲜感，但是新鲜感消弭以后呢，在我的体验中呢，我觉得星穹铁道虽然是一款回合制游戏，但它其实更多是披着回合制游戏外衣的养成游戏。大部分玩家玩游戏的动力并不是玩法，而是抽角色，然后养成，然后提高数值，接着就去挂机。反正我个人是体会不到这种自动战斗的乐趣，大抵是符合如今市场的风格吧。
而星穹铁道在推出角色的同时，也在积极地进行强度检测环境的细化。从游戏的角度来说，角色的功能性得到明确的分工，那么策略就越多，也就越保值，抽角色的必要性就越大。但是对于玩家来说，养成的重复性就越强，那么这会是一个好事情吗？我觉得这不好说。所以为什么星穹铁道的福利好，优化多？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养成疲惫感的积累就会快速的压倒游戏体验，这是十分糟糕的。另外呢，我们在一些抽卡统计中会发现，老角色的抽取意愿其实并不大。强度玩家社区里有一种论调，就是小火车用1年走完了小圆3年的强度膨胀。那么这种强度膨胀的速度，它是否会给玩家带来更多的压力呢？再说长期运营，其实还会带来更多的挑战。当玩家习惯了高质量的内容以后，制作组是否能够持续的去突破自己，创造出更优质的内容呢？这是很难的。要知道，一个团队和企业都是有上限的，所以玩家的口味变刁了。内容如果没有持续的去突破自己的上限，也会被认为在退步，这是逆水行舟无法逃避的现实。但事实上，游戏行业这几年哪有什么创新的玩法呢？我更倾向于游戏行业的创新会等到下一阶段的技术革命，比如说人工智能更熟练的应用到游戏当中，比如说 VR 更成熟的应用。而且外部环境其实也在发生变化，其他不说，未来即将公测的 ZZZ 对于小圆是挑战，那么对于小铁同样也是一样的。而考虑到玩家的粘性和游戏品类的差别，小铁的承压并不会比小圆好多少。且当下的世界经济处在下行周期中，玩家的钱包其实并不充裕，大量付费程度低的玩家基本只会选择一款游戏进行充值。所以考虑到小铁所处的产品周期，其实压力比小圆会更大一些，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更重点关注。而用更大的视角，我们会发现游戏的竞争压力除了来自游戏行业内部，还来自于短视频等其他行业。所以我认为，虽然小火车在过去的1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不是没有隐患，并没有到可以放松的时候。当然，我觉得依托于老米本身的技术力，在移动端的市场，小火车具有高维度的竞争力，而因为其设定的开放性，星穹铁道可以用更广阔、更有想象力的舞台来吸引玩家，这是小圆也好 ，ZZZ 也好都无法做到的独家优势。另外，从用户数量上看，小火车在当下依然不是完全体，还有更多的玩家没有加入进来。至少在玩家的增量上，小火车不用担心。我相信，只要小火车能够持续的产出优质的内容，它就能吸引到更多的玩家。当然，用户的增长往往伴随着破圈，那么破圈带来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除了在增长期的时候带来甜蜜的现金收入，那么在衰退期，因为玩家和游戏价值观的分歧，也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挑战。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对于星穹铁道运营1周年的一些看法和思考，希望小火车未来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开拓故事。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